老公中了3000万彩票，说要和我离婚。我连夜收拾东西滚回老家。半个月后，高温来临，尸横遍野。我缩在囤满物资的农村别墅里，一口一支老冰棍。老公却带着儿子和小青梅在小区里摇尾乞怜，贪恋的舔掉讨来的最后一滴水，还自我安慰：我有钱。有钱能买到一切。想到前世我被他们关在地下室脱水而死的场面，有钱先买下自己的命再说吧。在高温中脱水而死之后，我回到了老公提离婚那天。猪猪已经怀孕了，我警告你别再死缠烂打。萧承轩暴怒地推搡着我，唾沫星子四处飞溅。他的小青梅江竹躲在他身后，拿着糖果哄我的儿子。我感受着空调的冷风，被高温灼烧，脱水而死的窒息感才刚刚消失。我急忙大口呼吸了几下新鲜空气，看着眼前面目狰狞的萧承轩，我收敛住升腾的恨意，一口答应和他离婚。他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我这么轻易松口，眼神怀疑地说：真的？你不会是在耍什么花样吧？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日历，距离高温末世还有7天，时间不多了。要么现在去办离婚，要么这事免谈。萧承轩，你看着办。儿子一脸嫌弃的催促。管他有没有花样，她这种老女人根本不配做我妈。你和她离婚，我才能认竹竹妈妈呀。江竹闻言投来一个含羞带怯的眼神。萧承轩浑身一抖，猴急的上车和我去办离婚。一路上萧承轩都在傻乐，儿子正眼都没看我，埋在江竹怀里满是依恋。我努力克制住带他们3个撞下高架桥的冲动。高温末日之际，他带着儿子和青梅把我关进地下室，任由我在地下室被高温折磨脱水而死。这一世我发誓要让他们3个血债血偿。划分财产的时候，我只拿走了我这些年的储蓄卡40万。看我对你多好，你在我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，我都没让你出房租。我内心满是讥讽，尽量控制着给他一耳光的冲动。看在你这么识趣离婚的份上，我再多给你拿10万，免得你流落街头捡垃圾吃。我欣然接受了萧承轩转来的10瓦。人可以和人渣过不去，但绝对不会和钱过不去。更何况我知道萧承轩如今很有钱。3天前他中了3000万的彩票大奖，想在兑奖前和他的小青梅双宿双栖，所以费尽心机和我离婚。前世的我并不知情，自以为过得去的老公，小学3年级的儿子，让我想尽力维护自己的家庭。直到我在朋友圈里看到老公的小青梅江竹发了2人的亲密合照，配文阔别多年，蹉跎半生，兜兜转转还是你。照片里的萧承轩一脸笑意，和平时不耐烦的样子迥然不同。想到江竹回归后全家对我的态度，老公冷嘲热讽，说我只知道手心朝上和男人要钱，一点不自尊自爱。上小学的儿子嫌弃我不让他打游戏吃零食，骂我是吃白饭的坏女人。上一世我直接杀到现场，给了江竹一个耳光，大骂他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贱货，却被他们合伙关进地下室。一个耳光哪能弥补我上一世活活放血而死的痛苦？我要他们死得比我痛苦100倍1000倍。离婚出来，我眼看着儿子扑进江竹怀里，萧承轩开怀地拉着2人，一家3口笑得好不得意。笑吧，马上你们就笑不出来了。一回家我就马不停蹄进地下室翻箱倒柜。3年特殊时期，我养成了囤物资的习惯，地下室被我放了不少吃的，这一世我要通通带走。20箱矿泉水，高温末世里最缺的就是水，必须拿走。7袋米面粮油，当初为了把这堆东西拿进地下室，我的腰可受了大罪，赶紧带回家。种在阳台的各色蔬菜，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培育的，岂能留下便宜了这一家狗东西？轻薄的夏装夏被，高温了还穿衣服盖被子，我直接打包扔进楼下的捐赠箱，只留给萧家人一堆长袖冬装和几床厚棉被。顺便拿起工具箱里的锤子，给了空调几下重击，本就破破烂烂的空调发出几声哀鸣。希望他们3个体质好，穿长袖在65度的持续高温里没吃没喝也能生龙活虎。奋力搬空这个家的时候，我不经意间瞅到了一把眼熟的斩骨刀。儿子喜欢吃肉，这本是我用来砍骨头的，没想到前世却成了他们害死我的工具。凝视片刻，我顺手把它从橱柜里拿出来，放到了料理台上。最后我环视了一圈这个看起来没什么变化，实则物资空空如也的房子，又打电话订购了几个监视器，安装在隐蔽位置。处理完毕后已经是下午2点多，我顾不上外面的高温，连忙带着东西开车赶回老家。我是个孤儿，爸爸妈妈在我高中时相继去世，只给我留下了一块宅基地。村里的老人们好心，你家500，他家1000的供出了我这个女大学生。生产前我是个拼命3娘，不顾萧承轩反对，回老家盖了这间3层小别墅，还在房子建成当天一家家磕头还钱。房子打地基的时候，村里大部分人都来帮了忙，不仅用了最好的建筑材料，还准备了8个太阳能光伏板。为了避免山上有可能出现的野兽，还特意在房子周围安了一圈电网。老人们怕我常年不在荒了房子，在院里挖菜地、打水井，时常过来整理。明明是35度的天，我站在满是瓜果的院里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感谢我当年的执拗，现在这栋依山傍水、设施完善的农村自建别墅，是我抵御高温末世、救治村民的最大底气。想到离末世到来还有1周，我开始查看小别墅的硬件情况。我联系工人安装净水系统，还顺便买了几个家用大型蓄电池和充电宝，哪怕到时候光伏板坏了，也能靠着自发电过日子。还要有足够的制冷源。虽然家里安装的是全套新风空调，我还是不放心的买了7、8个立式风扇，配套好用的加湿器，做到末世后也能舒舒服服的吹冷风。家里的冰柜也不够用，
我直接包圆了一排货架上的商用冰柜，123楼地下室1层3个。幸好我家足够大，堆了这么多东西，丝毫不觉得拥挤。看着家里的空间布局，我又打电话订购了5个超大型蓄水桶、4个家用养鱼池、1排家用养殖笼和一套室内种植工具，等待第2天工人送货上门。买完这些，我手里的钱就见了底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打开手机疯狂下载贷款软件，从这些软件里贷出了小100万。安装完净水系统，夜色就已经很深了。我匆匆吃了口饭，躺在床上养精蓄锐，准备迎接明天的大战。第2天，我开始准备生活用品。由于不知道高温末世会出现多久，我买东西只看数量，不看账目。集市上现买现杀的牛羊猪鸡，我直接几十只的买，拜托摊主们切好分类。又买了一批好养活的兔子和芦丁鸡，准备养在3楼的小隔间里，作为新鲜肉食储备。比较耐高温的蔬菜种子和肥料也成包往回囤。时间还多，我马不停蹄冲进批发超市，大米和面粉先各来400斤，桶装水来个500桶，各种调味料也成箱往购物车里扔。自热米饭和小火锅等速食也买了不少，万一到时候没法开火，这些东西还能顶饱。想到离末日到来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又另要了几十箱的零食、饮料、水果，再就是各种日化用品和厨具、餐具，我恨不得搬空整个货架。结账的时候，老板大吃一惊，我只好和他说这些是我买来捐赠的。老板这才一脸喜意地派车送我的物资回村。从超市出来，我又去了本地鱼塘，购买了好养活的5种鱼类各10条，还买了一些小鱼苗，准备扔进养鱼池自己养殖。路过服装店的时候，我把轻薄速干的衣服统统打包回来，还买了一些冬装以备不时之需。最后又一头扎进药店，无论什么类型的药品，统统来上几10盒，尤其是针对中暑、脱水、蚊虫叮咬的，更是各个牌子通通扫光。我开的是7座车，来回搬了3遍，才把买的东西全部拉回家里。忙完一切，我打开手机，准备看看肖家人怎么样了。朋友圈一打开，就看到了肖承轩的大脸。不难看出，他们在3亚玩得很开心，住几千块一晚的星级酒店，吃刚捕捞上来的海鲜。就连儿子都收到了江竹送的全套电子产品。看着乐不思蜀的3人，我忍不住露出慈母笑。玩吧玩吧，好好享受你们人生中最后的狂欢。第2天，我挨个去村里确认人数。回家后迅速订购了10台无人机，方便到时候运送物资。想了想，又订了一批安保系统和几支电击枪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不停整理物资，还抽时间给自己买了4个新的平板，分门别类的下好小说、网剧、动漫，一共末日后的娱乐。可临近高温来临，天气却没有一点点变化。难道随着我的重生，高温也不再重现？尽管我不想再看到末日景象，但一想到肖承轩一家能手握巨款的活下来，我心里就有股莫名的怒火。可就在第2天，天气巨变。昨天刚下过雨，天气却突然急剧升温。我点开手机查看，11点45度，11点15 48度，12点50度。手机软件上不停传来高温预警的红色警报，网友们也纷纷哀嚎：这么热的天还要上班，我不辛苦，我命苦。公司已经抬出去3个中暑的了，今年的气温真离谱，说不定是高温末世要来了，咱们都要被晒死了哦。我的心越来越沉，果然来了。前世也是这样，雨后急剧升温，在第2天下午直接飙升到60度，且持续不降。不少人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因中暑脱水而死。我在高温末世的评论下回复说，今年的气温不正常，建议大家囤点物资以防不测，结果却引来一片嘲讽。看小说看傻了吧？真当这个世上有末日呢？这么热的天气，囤啥不得坏呀？某团之神会给我提供食物，不劳魔真人费心。接着我的回复就被平台删除了，理由是恶意引起恐慌。还没来得及继续尝试，我号没了。我收起手机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只希望我简短的回复能引起一部分人关注。小许在家吗？听说你从城里回来了，叔想麻烦你点事儿。我打开大门，是村长。从村委会到我家不过15分钟，他已经满身大汗。村头好几个人今天下地试弄庄稼，不小心受伤了。我看你这有车，能不能麻烦你？我点了点头，开车带老人们跑了一趟，路上不停和他们宣传末日危机。几个老人被我说得头晕眼花，装了满一车物资回家。刚到家，手机就传来监控软件的提示音。我拿出手机一看，果然是肖承轩带着儿子和江竹回来了。他们3个一进门就打开家里的空调猛吹，怒骂贼老天热死人。儿子叫嚷着要吃冰激凌，肖承轩却瘫在沙发上一动不动。还是江竹点外卖止住儿子的嚎啕大哭。吃过外卖没一会儿，肖承轩就搂着江竹回屋颠鸾倒凤。可他们想不到的是，等他们睡醒，迎接他们的是世界巨变。7月7日，高温如期而至。我把空调和加湿器全部打开，开到26度，望着窗外被高温烤到发黄的植物叶子，庆幸一切都安排妥当。电视里连番报道着因高温出现的各类事故，米国中西部面临洪水和极端高温，帕米尔高原高温持续，大量民众中暑，巴拉特已有85人中暑而亡。
公司停工，学校停课，外面除了一些大型连锁商超还在营业，其余的商家基本关门了。网友们也开始慌乱，有人在网上疯狂骂这该死的鬼天气，有人怒而辞职窝家休息，也有些人察觉到不对，开始购买物资。特别是到了晚上8点，天都黑了，气温却丝毫没有降低的意思。越来越多人为了保险起见，开始出门购买饮用水。依旧瘫在家里吹空调的3人也看到了相关帖子。江竹依偎在肖承轩怀里，轻声细语：“哥哥，我们要不要也出去买点水啊？我老婆就爱囤东西，地下室里什么都有，费那个心干嘛？我怀着你儿子，想吃点好吃的吗？”肖承轩不耐烦地把手机丢给江竹：“有钱什么买不到啊？点个跑腿不就行了？”儿子抢过手机，给自己点了不少东西，可惜外面的天气太过酷热，鸡蛋都会在几分钟内熟透。3个人的东西直到夜里10点才送到。我看了一下他们购买的物资，竟然除了3份豪华大餐，只有一堆小孩子爱吃的零食饮料。肖承轩还在诅咒跑腿小哥，儿子却已经饿得2眼发晕，从地上抓起一团融化的冰淇淋往嘴里塞。饿死鬼投胎嘛，和你那个妈一样没出息。老子这么有钱，还能让你饿着？肖承轩一巴掌拍在儿子头顶，气得儿子拿外卖丢他。好好的餐品被他丢得到处都是，根本没法吃。江竹倒是温柔地劝了几句，可儿子脸上的怨毒依然没有消去。上一世肖承轩把所有管教孩子的事情都交给我，心情好的时候给儿子买点吃的，带他去几次游乐园，没心情就说自己一个人赚钱养家太辛苦，让儿子找我。久而久之，儿子对我愈发厌恶。现在我不在了，2个人朝夕相对。儿子虽坏却并不蠢，很快看出来这个好爸爸的底细，再加上有江竹这个催化剂和末日的生存阴影，他们的日子还有得过呢。夜色浓重，气温却还是没有下降的意图。上一世我死前全待在地下室里，几乎不知道任何消息。面对未知的命运，我的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沉甸甸的。面对未知的命运，我的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沉甸甸的。好在我家的物资齐全，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，如果有，就2顿。我从冰箱里翻出毛肚、虾滑、鸭肠、肥牛、肥羊、贡菜、金针菇，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麻辣火锅。觉得不够，还拿出平板看《武林外传》，正吃得香，手机却响了起来，是发现地下室空空如也的肖承轩。家里的吃的都去哪儿了？空调你怎么没找人修？你是不是想害死老子？东西我花钱买的，当然要拿走。空调我又不用，干嘛花钱修？许爱玲，这点小便宜你都贪，活该你赚不到钱。啊，对，我穷，我光荣，你有钱去买新的呗。他还想张嘴骂我，可惜我早不是上辈子那个任他发泄不还嘴的女人了。小手一按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打开监控，肖承轩又尝试了几次拨号，可惜我已经关机了。他见打不通电话，又冲进地下室里找吃的，最后开始无能狂怒。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，空调也不好用，儿子还乱扔粮食。我把这个家托付给你，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料理不好？江竹被他吼得原地愣住，现在觉得小青梅不好了，这可是你心心念念的好女人，烦死了！没有就花钱买吗？儿子正在客厅里玩玩具车，不耐烦地看着肖承轩。肖承轩对他也没有什么好脸色。外面温度那么高，根本就没有洗手接单。你说的那么轻松，自己怎么不去？饭没了，不是还有零食吗？饿了就让我妈送来啊！肖承轩被儿子气得脸都红了。江竹抓住这个机会，不停在肖承轩身边小声说着什么。看着他们3个在屏幕里各怀鬼胎的样子，我随手套了几根鸭肠，蘸着麻辣油碟吃，实在是鲜嫩爽口。高温的第2天中午，气温如上一世一样升到了60度，院子里的大部分叶子都打了卷。虽然我提前在院里搭了凉棚，作用却微乎其微，我只好心疼地把原来的蔬菜都摘下来，放进冰箱里保温。趁着用电和网络运行正常，我打开电视，里面正在播放新闻，请各位市民安全宅家，高温天气持续不降，国家已做好强降雨准备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试图从网上搜寻一些信息，发现不少人都在哀嚎。我家没有囤物资，现在家里马上就要没吃的了。水管坏了，报修2天，根本没有人敢上门。我出500，有没有人能给我送2瓶水？家人们，我家空调坏了，现在像个大蒸笼，谁能来救救我？我关掉手机，试图忘记刚才看到的一切。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保护所有人，我只能做到保护我自己，有余力的话，保护身边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操纵无人机出去飞了一圈，村里的每家人都备了一些食物和水，目前来看没有大问题。看着爷爷奶奶们朝无人机挥手的样子，我这才感觉到一丝安慰。高温末日的第6天，停电了，气温保持得非常平稳，死死待在65度，居高不下。这么热的温度，不少林区出现自燃状况，山火蔓延得到处都是，许多靠山的村庄一夜之间被烧了个精光。末世开始不到1周，已经有数百人丧命，有些是热死的，有些是因为中暑脱水。多部门联合声明，呼吁大家不要出门，在家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。政府会每3天空投1次补给，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国民。我打开家里的监控录像，3个人面黄肌瘦，肖承轩脱得精光，正趴在浴缸里和江竹降温。儿子则是被他们挤到地板上，靠着浴缸汲取一丝凉意，实在热得受不了，就把头埋进浴缸里降温。
只是65度的室内高温，浴缸里水不一会儿就散发出阵阵热气。儿子难受的在地上滚来爬去，可萧承轩和江竹自己都顾不上，哪有心情理他？江竹主动说起了物资的事。哥哥，家里水和食物都不多了，外面根本没有人接单，要不你出去拿点空投吧？这么热的天气，你让老子出去？你想热死我？我给你钱，你滚出去拿。儿子看萧承轩他们四处推诿，趴在地板上哭闹着要让江竹出去，不然就不认这个马。我刚怀了你的孩子，又这么娇弱，一出去还不得被晒晕呀？倒是小雨又健壮，跑得又快。儿子一看这种情况，连忙从地上爬起来，躲回了房间。萧承轩大骂了几句，这才掏出手机点了几下。我还没来得及退出的小区群里弹出消息：103求购10瓶水和任意食物，价格随便开。老话说财不露白，萧承轩这个脑子活像是进了水，生怕自己不被人抢劫。下午我在打开监控的时候，果然看到了一场好戏。萧承轩在小区里求到了物资，是我们楼有名的无赖张琪。只可惜萧承轩提出了1000块，根本填不满张琪的胃口。1000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给老子拿个1、2万花花，老子就把水给你。几瓶水几个破面包要1万，你穷疯了吧？萧承轩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男人一拳打倒在地。萧承轩惊恐地喊着要报警，张琪又笑眯眯地给了他一耳光。这么热的天气，他们可来不及救你，要么给钱，要么老子把你全家杀了当肉吃。萧承轩哪敢和人高马大的张琪作对，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赚了1万。临出门时，张琪猥琐地打量了江竹几眼。长得这么漂亮，跟这种软脚虾可惜了。哥哥那有水有吃的，饿极了记得来702，哥哥肯定喂饱你。张琪刚一出门，萧承轩就暴怒地对江竹动了手，见谁就对谁抛媚眼，老子就说你水性杨花，再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，以后老子的钱1分都不给你花。江竹不停跪地哀求，才换来萧承轩停手。回头一看，儿子早就拿着水和面包大快朵颐起来，面包碎末喷得满地都是，一点没给其余人留。萧承轩气得要命，直接把儿子关进了地下室，晚上才把他放出来。经过这么一闹，萧家3个人彻底冷战起来。我开心地哼着歌，准备做红烧肉，浓油赤酱，咸鲜可口，配上东北大米，一连吃3碗都不在话下。正准备吃饭，就看到我家电网监控传来报警，村长正带着几个比较年轻的叔伯站在我家门口，身后还带着锄头、斧子等工具。一股寒意瞬间从我的脚底升了起来，门铃再次响了起来。小许，给叔叔开下门。村长的话犹如催命符般从对讲里传来。从前我觉得这声音慈祥可爱，如今却觉得可怕。我顺手拿起一个电击器，这才跑到院门前问有什么事。村长听到我回应，焦急地开口：叔怕后山的树烧起来，趁今天有点降温，带人去看隔火带。好几个人中暑，快撑不住了。你家里有没有药啊？我拿起望远镜看了看后山，果然山后的枯树消失了一圈。我这才放下心来，带着药物出了门。村长却从盒子里抽了几支藿香正气水出来，把剩下的硬塞回我手里。我们有这么多就够了，现在世道不安稳，你紧着点自己用。说完就带着人走了。看着张叔离去时佝偻的背影，我有些怅然。天气还不知要热多久，我们这种互助的状态还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呢？我把死死捏在手里的电击器放到门口，回屋埋头睡下。我不知道自己在末日里的善心究竟对不对，也感觉这样防备着所有人的自己有些陌生。末日对人的改变太大了。又过了10几天，村里的情况开始变差。尽管村长每日不停地用广播播放新闻鼓舞大家，却还是有不少人因食物短缺倒下。我的无人机每天满载着食物出去，又带回一些老人们烧给我的土豆、红薯等物。村长还特意写了小纸条，让我才不外露，多关注自己。对比起村里消息带来的低迷，萧家监控里传来的却满是喜讯。萧承轩面色浮肿，脸色发青，一副命不久矣的样子。倒是一旁的江竹和儿子竟然没什么太大变化。我仔细翻了翻监控，才发现张琪来后第2天，他就偷偷跑出家门。回来时衣衫凌乱地拎着一袋小面包，正巧被儿子撞上。江竹用小面包引诱儿子帮他放风，2个人吃得满口喷香。全家只有萧承轩一个人挨饿，怎么能行？我精心挑选了几个角度，对着面前的海鲜大餐配冰西瓜一阵狂拍，然后发了条仅供萧承轩一人可见的朋友圈。没一会儿，萧承轩就打来了电话，刚接起来就是震耳欲聋的咆哮声。许爱玲，你在哪儿？为什么你还能吃上西瓜？吃西瓜啊，你没吃过？萧承轩不依不饶地追问我在哪儿。我没有搭理他，故意把西瓜吃得啧啧有声。那边的萧承轩沉默了，他放软声音求饶起来：老婆，我错了，我是被江竹那个坏女人迷昏了头。我现在才知道你是对我最重要的女人，我和儿子都很想你，你带点吃的来看看我们好不好？我忍不住冷笑起来。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。现在你又想起我的好啦？我在家里囤了那么多吃的，你们一家3口还要我去救？萧承轩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，顺手删了朋友圈，让他们互相折磨去吧。钱是我的惨死，他们3个谁都不无辜，这一世我岂能由他们活得风生水起？
监控那边的肖承轩看我挂断电话，愤怒地把手机摔在沙发上，全屋翻找起食物，果然从后被子下翻出不少吃的。肖承轩恶狠狠地把面包塞进嘴里，又大口灌下一口矿泉水。两个混蛋，居然背着老子偷吃，这是我老婆留给我的。他又吃又喝，几个小面包很快见了底。什么你老婆？那是我赚来的，你给我留一点。你赚的？上哪赚的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家里没吃的，我饿得头发晕。小雨一说，我就不是我，是他这个坏女人主动去的。要不是你教唆我，我怎么会不分给哥哥？哥哥可是我未来孩子的爸爸啊！儿子还想解释什么，却被几拳打晕在地。我不在乎你们谁出的主意。他阴惨惨地盯着江竹。你是我的女人，肚子里揣着我的崽，你心里有我。末世过去了，咱们才能好好过日子，你说对不对？江竹颤颤巍巍地点了点头，帮肖承轩抬起儿子扔进了地下室。从这天开始，江竹频繁地独身前往七偶，每次都能带着一点食物返回。肖承轩有了吃的，却碰都懒得碰江竹，只顾着自己吃掉大头，随手扔点残羹剩饭让江竹填饱肚子。他的精神也越来越差。前一天刚大打出手，第二天就跪在地上说他有钱，一定会把所有的好东西给江竹，求江竹再忍一忍。江竹肚子越来越大，人却迅速消瘦下去。监控里，他缩在墙角，一边啃面包，一边面色阴毒地盯着肖承轩。看来他们狗咬狗的日子要到了。8月的第一天，肖家出事了。江竹啃完一个干巴巴的面包，伸手讨药水，却被肖承轩狠狠甩了一巴掌。一共就这么点水，你还想喝多少？江竹头发散乱，愤恨地把手边的东西扔向肖承轩。你个王八蛋，这是我换来的水，我想喝多少都可以。你做这种事，难道还很光荣？说着，肖承轩就把一瓶水猛灌进嘴里，江竹忙扑上去抢，却只舔到了一点瓶底。你个废物，我辛辛苦苦赚来的水，你居然一口都不给我留，妄想着自己活下去。你有想过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吗？天天说你有钱，有钱现在有屁用？肖承轩双眼发直，嘴里念念有词。老子有钱，有钱了买什么都可以。喝你点水怎么了？江竹脸上似哭非哭地抓挠着肖承轩的脸。怎么啦？这是我弄来的水，你现在就把水吐出来还我。肖承轩急了，翻身按在江竹身上，双手掐他脖子。老子不嫌你赚来的水脏就不错了，每天带回来这点东西都不够填牙缝，都怪你害我。要是我老婆在，绝对不会这样。江竹被掐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用力抬起腿踹向肖承轩胯下，疼得肖承轩浑身一抖，不自觉松开了江竹。他径直冲到厨房，拿起料理台上的斩骨刀，狠狠给了肖承轩一下，血霎时飙了出来。你老婆，就你这种傻福，你老婆能瞧得上？实话告诉你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，要不是你有2个臭钱，谁愿意和你在一起？我现在就去张哥那儿，你少来烦我啊！江竹一边怒吼，一边后退着往门口走，拿刀的双手不住颤抖。转身的瞬间，肖承轩冲上去夺过了斩骨刀，下一秒，刀捅进了江竹脖子里。江竹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，倒了下去。直至江竹彻底没了动静，肖承轩才如梦初醒般放下了刀。他愣愣地在地上缓了一会，才从地下室拖出半昏迷的儿子。儿子迷迷糊糊醒来，还没来得及尖叫，就被肖承轩一把按在了江竹的伤口上，血液大口大口灌进儿子嘴里。好，儿子多喝点，他好歹也100多斤，够咱们父子俩喝的。儿子本来还有点接受不了，可他实在是太缺水了。客厅里传来咕嘟咕嘟的喝水声，我看得反胃，心里却无比畅快。我的复仇终于有了成果，这2个人如毛饮血的恶魔也别想逃。一连4、5天我都没有去看监控，反倒是国家的无人机来了很多次，机身上涂装着熟悉的红旗，请我们帮忙采集土壤。村长带着几个年轻人挖好土，又打电话找我借了1小袋芦花鸡蛋挂在无人机上。刚送走无人机，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是肖承轩。老婆，儿子说他想妈妈了。电话那边的儿子哭喊着要妈妈，要是放到以前，我肯定会心疼，恨不得把所有好东西捧到儿子面前。但现在我不会了。我猜江竹已经没剩多少了。收网的日子终于来了，我挂断电话，快步回屋打了视频过去。视频几乎是秒通，儿子和肖承轩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把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儿子一脸泪花地看着许爱玲，妈妈，你终于愿意理我了，我和爸爸快要被饿死了。我才不管儿子怎么装可怜，直接调转了摄像头。26度的空调孜孜不倦吹着冷气，客厅的桌子上摆放着新鲜的瓜果，感觉这一幕的冲击力还不够，我又从冰箱里拿出一根老冰棍，当着2人的面大快朵颐。老婆，你那边怎么还有雪糕吃啊？我家里有的东西多了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肖承轩眼睛一亮，又推了推儿子，儿子干打雷不下雨的道歉。妈妈，你开车来接我和爸爸吧，我以后再也不说你坏话了。我随手丢掉雪糕棍，捞出一瓶可乐喝。你不是说江竹才是你的好妈妈吗？凭什么让我去救你们？凭你们脸大。儿子愣住了，
肖承轩也愣住了。都怪你个白眼狼，别人随便勾搭一下你就跟着跑，养你不如养块叉烧。是你教我认江竹当妈妈的，都怪你，我才没有雪糕吃。再胡说八道，老子连你一起赶出家门。肖承轩一把把儿子扯下来，按着儿子给我道歉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，被江竹和这个没心肝的东西合起伙来骗了。江竹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的，我已经把他赶出去了。我心里最爱的一直是你，只要你过来接我，我保证以后好好和你过日子。儿子一张小脸皱巴巴的，对着镜头卖乖。妈妈，我知道错了，全天下只有你是最好的，你快来救救宝宝吧。我不耐烦的冷笑出声。你以为你俩是什么香饽饽，值得我去救？一个自私自利，有奶就是娘的王八蛋，一个见色眼开，脑子里只看得见2两肉的臭狗屎。肖承轩阴毒地看了我一眼，咬着后槽牙，抬手给了自己一巴掌，脸上登时红了一片。儿子也不甘示弱，小手舞得飞快。我看了一会儿，觉得有点无趣。别打了！我一张嘴，2张鼻青脸肿的脸同时抬起头，欣喜地看着我。我不是很解气，建议你们2个人死了再来找我。他俩顿时暴跳如雷。肖承轩阴狠地凑近镜头，臭，你居然敢耍我！别让老子逮到你，老子把你活吃了！儿子也在旁边大喊，你根本不配我给你养老。等你养老，不如等我给你收尸。我喝下一口冰可乐，响亮地打了个嗝。对了，要找我不难，开车3个小时就到了哦。我没有继续听他俩的咒骂，抬手摁灭了电话。现在外面这么高温，我倒要看看他俩有没有这个胆子来。我在家里等了小半个月，肖承轩和儿子没来，国家的抗高温速生农作物空投来了。我把种子种进花盆里的那天，儿子打来电话，哭着求我去救救他，爸爸要把他吃了。我没理会。几天后，电路开始断断续续的恢复，我登上监控设备，发现家里毫无人气。往回翻了翻，才看到肖承轩在地下室吃了几天肉，再次耗干了所有储备。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家门，没有回来。我给自己开了一瓶红酒，庆祝自己大仇得报，彻底重生。农作物收获的那天，气温开始缓缓下降，国家第一时间派出军队抢修电路，大批量投放物资。我们村因为团结互助，没有一例死亡，在村长的带领下，开始救助周边村镇。虽然不知道这场灾难什么时候停止，但就像过往的每一次一样，万众一心，终见光芒。10月1日，高温彻底结束，社会缓慢恢复正常。我第一时间开车回了趟那个曾经的家，打开门，客厅里躺着2具遍布齿痕的骨架。我打了报警电话，顺手提交了2段监控视频，是肖承轩杀害江竹和儿子的那2段。肖承轩死了最好，没死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缺席。3天后，帽子叔叔在去往我家的道路上找到了肖承轩被晒成干尸的尸体。我带着死亡证明去撤销了离婚申请，合法的继承了肖承轩卡里还剩的1600万。处理完这些事，我又开车回到村里。在村长的建议下，我和村委会合作了一片新型植物种植大棚，为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提供工作。在满地的红纸中，我走向自己崭新的未来。